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当我们面对一些压力，或者需要做出重要的选择时，身边总是会突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制造焦虑，告诉你如果不抓住某个风口，不跟着大家去抢，你就会被时代抛弃。有人给你出谋划策，教你各种投机取巧、快速翻身的秘诀，让你心浮气躁。还有人冷嘲热讽，质疑你的能力，甚至看低你的未来。这些声音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不仅没能帮你解决眼前的危机，反而夺走了你所有的专注力和判断力。这就是生活中最可怕的廉价噪音。在人生的旷野期，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往往不是手中掌握的资源多少，而是你能不能屏蔽这些噪音，守住你内心的定见。今天这一集，我们要送给你一个对抗焦虑的顶级护身符。花10分钟听完，你会发现那些真正能拉开差距的高手是如何在荒凉的旷野里看到属于自己的丰盛。在约翰福音第6章记录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旷野场景。当时有5000人在旷野中面临着饥饿的危机，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没有资源，没有退路，四周静的只能听到风声和人们因为饥饿而发出的窃窃私语。面对这个困境，门徒们的反应正是大多数普通人在面临危机时的真实写照。他们开始疯狂地计算和评估。门徒腓力站出来算了一笔账，他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你看，当危机来临时，普通人最容易陷入的就是这种匮乏的计算。看着账单上的数字，面对停滞不前的收入，你心里每天都在精打细算，你的大脑里充满了不够、没有、行不通的声音。但这种纯粹基于现实计算的忧虑，往往就是最消耗你的廉价噪音。它会像无形的巨石一样，压得你喘不过气。当你越算越慌，最后彻底被恐惧夺去了判断力。而高手和普通人拉开差距的底层逻辑就在于，普通人看的是眼前的匮乏，而真正高水平的生命看的是资源的源头。我们要承认，生存的压力和眼前的困难是真实的，但这绝对不应该定义你的未来。主耶稣当时看着那5000人，他听到了门徒们焦虑的计算，也听到了人群中饥饿的怨言，但他做了一件拉开差距的事情，他完全屏蔽了这些恐惧的噪音。因为他知道，真正的供应和解决之道从来不是源于这个世界的存象，而是源于生命的源头。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门徒安德烈带来了一个孩童，献上了5个大麦饼和2条鱼。在5000个成年人面前，这区区5个饼和2条鱼微薄的近乎讽刺，甚至连安德烈自己都底气不足地加了一句，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第2种廉价噪音，对自我的轻视。当你手里的资源很少，当你正处于转折点，你很容易觉得自己微不足道，觉得自己那点小小的努力根本改变不了大局。但请记住，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护身符就是全然的交托与信任。耶稣接过那5个饼和2条鱼，他没有嫌少，也没有被匮乏困住，而是望着天祝福。
这是一个极高水平的生命反转。当你不再把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危机，而是把手里仅有的微弱的资源交托给那个能平息风浪、变无为有的源头时，性质就完全变了。你手里的东西不再是徒劳的挣扎，而是成为了丰盛的起点。耶稣说：“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们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以为这是让人放弃努力，彻底躺平。不，这绝不是躺平，这是一份让人在风浪中站稳脚跟的属灵定见。飞鸟每天都在飞翔，它很勤劳，但它心里没有明天会不会饿死的恐惧。它只是顺应生命的律动去生活，去相信大自然总有它的供应。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往往就是这份在危机中的松弛感。普通人在旷野里，每天被各种廉价的商业噪音、理财焦虑、生存危机包围着，越忧虑，心就越窄，心越窄，就越看不见出路。而真正智慧的人会给自己戴上一层静音耳罩，他们先处理内心的恐惧，建立起对未来的根本信任感，然后再去踏踏实实的做自己该做的事。心灵的复原是有次序的，在我们的治愈系列里，第一集我们建立了平安的根基，第二集治愈了紧绷的睡眠，第三集处理了灵魂的孤独，而在这一集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你对生存的根本信任。只有当你不再为了明天而战战兢兢，只有当你拥有了这份屏蔽噪音的护身符，你才能在荒凉的旷野中看到那条开向丰盛的道路。最后，旷野上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5000人不仅吃饱了，而且剩下的零碎还装满了整整12个篮子。这就是超越人类算计的应许，它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底层逻辑：真正的丰盛从来不是靠焦虑和死抠算计出来的，而是靠着稳定的心态、正确的交托，从生命的源头里自然流淌出来的。如果你正在处在经济的低谷或者事业的转折点，请先不要着急，把那些教你投机、让你恐慌的廉价噪音统统屏蔽掉，把这篇内容当成你今晚的护身符。只要你的心境变了，你看待匮乏的方式变了，你的旷野就会从一个荒凉的考验变成你人生中最大、最丰盛的起点。心灵的医治是一个过程，这种对丰盛的信心需要时间一点点去建立。如果你依然被外界的声音扰乱的心神不宁，我建议你把这一篇放在枕边反复聆听，直到那种从源头而来的安稳彻底覆盖掉你所有的焦虑。在接下来的几集里，我们将去面对更具体的压力、情感的背叛以及被世界遗忘的创伤。在那之前，请先收下这份顶级护身符。今晚请卸下沉重的计算，合上眼，屏蔽掉外界所有的声音，对那个辛苦了许久、焦虑了许久的自己，温柔地说一声：别怕，屏蔽噪音，站对位置。你所需要的
都会有供应。愿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今晚亲自平息你内心所有的风浪。晚安，愿你在他的丰盛与注视中安然入睡。